在当今世界，军事实力的竞争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军事硬实力的对抗，更加强调了科技和信息领域的角逐。最近，中国在新一代技术领域迈出了令人瞩目的一步，通过模拟测试，成功应对了被美国誉为世界最先进的 B-21 轰炸机的挑战。这一成就不仅展示了中国的科技实力，还凸显了中国在空中作战信息化和智能化体系建设方面的进展。这一突破性的成果预示着中国空军的未来将变得更加强大，从而减弱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威胁。中国的成功背后是一支技术团队，他们不仅依靠现有的理论成果，还整合了人工智能技术、6G 通信技术、激光通信技术等多种新一代技术。这些技术的综合运用使中国在模拟测试中能够击落 B-21 轰炸机。这不仅是对中国科技领域的巨大胜利，也是对传统军事战力概念的挑战，表明未来战场上不仅要依靠武器硬实力，还要依赖信息和智能技术的支持。中国的实验结果显示，结合这些新一代技术系统，中国将能够实现对美军穿透性隐身战机的有效探测，从而实现先敌发现、先敌开火的战术优势。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具备了在空中战场上主动出击的能力，而不再被动应对敌人的威胁。这种战术上的颠覆性改变将在未来的战争中扮演关键角色，重新定义了军事平衡。在模拟测试中，中国防空系统成功发现了一架模拟 B-21 轰炸机以及半飞的隐身无人机，随后使用了高超音速防空导弹将其击落。这款高超音速防空导弹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霹雳21导弹。尽管中国并未正式宣布霹雳21或类似的导弹，但外界对其性能的揣测表明，这将是一款高超音速超远程空导弹，具备超过400公里的射程，与俄罗斯237导弹和美国 M260 JATM 导弹相媲美，甚至更加先进。高超音速导弹在进入大气层时会因高速高温而产生等离子屏障，也就是俗称的黑障，这限制了它们的精确制导。然而，中国已经宣布发现了一种能够突破黑障，与高速飞行器保持联系的方法，这意味着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在战场上将更加可靠。此外，中国的6G 通信技术也为导弹的持续引导和信息交互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确保打击目标和手段之间的实时变换。通过这次模拟测试的成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空中作战信息化和智能化体系方面已经不输于美国，甚至在技术探索上领先。中国空军的实力将在未来继续增强，这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将发挥重要作用。然而，这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军备竞赛的担忧，特别是在现代战争中科技和信息的角色日益凸显的情况下。随着新一代技术的不断涌现，军事竞争的格局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传统的军备竞赛已经不再局限于军队装备和兵力的数量，而是转向了信息、智能和科技的角逐。中国的成功模拟测试不仅令人震惊，更是一次引发深刻思考的事件。这意味着未来的战争将不再仅仅是武器的对决，而是信息、智能和技术的综合较量。在这一新时代的军事竞争中，信息化战争正崭露头角。中国的成功实验展示了信息技术的力量，如人工智能、激光通信技术和6G 通信技术的综合应用。这些技术使中国能够更有效地探测和打击敌方目标，从而实现了战场上的信息优势。信息化战争将成为未来冲突中的重要一环，决定着军队的胜败。中国的模拟测试不仅仅是一次胜利，更是科技进步快速演化的体现。在全球范围内，科技创新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各国都在争相研发新一代武器和军事技术。这种竞争加速了军事平衡的演变，迫使各国不断升级装备，以保持竞争优势。然而，这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军备竞赛可能导致的不稳定和危险的担忧。中国的成功实验凸显了技术突破在当今军事竞争中的关键地位。
不仅仅是中国，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大国都在竞相寻求技术突破，以获取军事优势。这种竞争驱动着科技创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然而，技术突破也带来了一系列伦理和安全问题，需要各国认真思考和合作解决。传统的军事平衡是基于军队规模和装备水平的对比，但现在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军事技术已经重新定义了这一平衡。中国的模拟测试表明，即使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也不能忽视信息和智能技术的角色。未来，军事平衡将更加依赖于国家的科技实力和信息能力，而不仅仅是军队规模的对比。美国空军曾做了一个未来与大国对抗的设想，由 B-21 携带大量的空导弹，配备远程无人作战航空系统赶赴前线。在侦测到敌方战机后，由无人作战航空系统监视对手， B-21 发射导弹击落，根据现场情况实施2次打击，清空对方空中目标后，再继续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经过多次打击后，敌方的防空系统将全面崩溃，更方便美军推进。这也就是说，一旦战争爆发， B-21 将在对方防空网上瞬间撕开一条空中通道，为接下来军队的进攻做铺垫，而且还不需要战机协同作战。或许也是因为这样， B-21 被美军视为全球第一代6代机。一直以来，美国都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竞争对手， B-21 问世后的针对性也很明显。但想要进中国纵深轰炸，恐怕还是想多了。美军表示，解放军已经有了强大的区域拒止能力，拥有大型的雷达网络和高超音速导弹来抵御其他国家的袭击。报道称， B-21 的雷达信号非常小，一旦冲突爆发，它极有可能避开雷达探测，深入后方，向中国投下大量导弹，削弱解放军的防御设施，从而对防空系统造成严重威胁。然而，这种场景不过是美国单方面的设想，解放军可不会坐以待毙。在计算机模拟实验中，科研人员展现了一些解放军正在开发的新能力。例如，在前往模拟战区时，一架战机关闭了雷达，但它仍然可以采用其他方式探测周围的环境，而且战机身上还覆盖着一层特殊的皮肤，能够用来接收来自远处目标的信号。与此同时，中国还拥有超音速巡航速度的隐身战机，各种各样性能先进的无人机，这都是美国空军面临的巨大的挑战。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军的高超音速导弹具有追踪和打击隐身战机的能力。科研人员表示，使用新型的发动机能够使导弹在飞行过程中调整速度，最终以极快的速度打击敌方战机。这正是钱学森弹道，相比传统的轨迹更难被捕捉，打击的距离也更远。但光凭高超音速导弹并不能确保万无一失，还需要飞行员依据战场情况迅速做出反应。外界普遍认为，高超音速武器只能攻击固定的或者是缓慢移动的目标，但在计算机模拟中，通过人工智能的辅助，飞行员迅速做出判断。中国的导弹在发射不久后变更了轨迹，进行了打击任务。按照设想，在新型隐身战机和高超音速导弹的配合下， B-21 将无处可逃。B-21 的首飞让美国在这一回合占据了先机，但这将促使我国的轰20更快问世。歼20、运20和福建舰的进展都表明，中国工业体系已经完全具备了攻克全球任何工业壁垒的实力。一旦下定决心在某个领域达成突破，势必会投入大量的资源进行研制。轰20的首飞或许很快就会见到。除了轰20，中国还有许多实力强悍的飞机。此前，中国军工民企研发出了一款无人隐身轰炸机，名为飞龙2。根据官方的介绍，该轰炸机在飞行速度、隐身性能等方面与 B-21 性能接近，既能根据任务进行自主攻击，还能作为隐身战机的中程僚机协同完成作战任务。这样看来， B-21 的劲敌还有很多，美军想要凭 B-21 就立于不败之地，恐怕很难。